欢迎来到智慧星球，智慧值得传播。祝您听书愉快。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如何阅读一本书。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27万字，我会用大约17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，阅读的好处和阅读的技巧。通过这些，让你学会如何在当下的信息爆炸时代里，通过阅读获取知识，提升自我。这本书在西方是常年销量高居不下的超级畅销书。1940年第一个版本出来，1972年再版了新的版本，之后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版。因为这本书里面谈的不光是读书的方法和技巧，更探讨了阅读的本质意义。这本书的作者有2位，分别是莫提莫·埃德勒和查尔斯·范多伦。埃德勒是出版的主要作者。说起这个埃德勒呢，在美国学界和出版界也是一个传奇人物。早年想去当记者，就辍学去报社打工，后来为了提高写作水平，去上大学夜校自学。这个时候他读了一本据说是改变他一生的书，19世纪英国思想家密尔的自传。埃德勒读到，这个密尔居然在5岁的时候就读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书，他大大吃惊，这让他自己开始为哲学痴迷。从此以后开始了他正式的大学求学之路。虽然因为他不肯上体育课，最后没有拿到学士文凭，但是最终还是留校任教了。他写过第1版《如何阅读一本书》，还担任了1974年第15版《大英百科全书》的编辑工作而闻名于世。另一位作者查尔斯·范多伦是埃德勒的弟子。范多伦自己也是一个人物，他出身书香门第，父亲马克是有名的文学教授，他本人从小就博学多才。上世纪50年代参加过一档风行美国的电视益智节目，连续拿了14周的冠军。但其实这里边有猫腻儿哈，原来主办方想炒红这档节目，事先偷偷的给他透了题，把他捧成一位知识英雄。范多伦后来自己揭露了真相，他也被大学开除了，然后就跟着他的老师艾德勒工作。现在我们读到的如何阅读一本书，就是他在埃德勒原著基础上大幅修订过的版本。所以你看这本书原版问世已经70多年了，修订版也有40多年了，为什么一直热销经久不衰呢？就是因为这本书的价值不只是一本教你怎么读书的实用工具书。如果你从来都不知道怎么读书，那么这本书可以让你少走很多弯路。如果你本来就喜欢读书，那么这本书会帮助你对阅读产生更深的领悟。这本书主要讲了2方面的内容，阅读的好处和阅读的技巧。先来说好处吧，作者给我们出了一个很俗套但是很有趣的测试。如果你即将要去一个无人荒岛生活很长一段时间，就像是鲁滨逊漂流记里面的鲁滨逊那样，岛上可没有电视，也没有收音机，更没有电脑和 WiFi， 除了生活用品，你只可以随身携带10本书。你会带哪些书呢？很显然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了，它其实是让你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：人为什么需要读书？为什么即便到了荒岛那么严酷的环境下，仍然需要读书？作者的回答是，人的心智或者说思考能力和肌肉一样，如果不经常运用就会萎缩，而读书正是防止心智萎缩、延缓心智衰老的最有效手段。我们的头脑和身体其实不是同步发展的，一般来说人在30岁左右，身体状况会达到巅峰，之后就是在走下坡路了。但是头脑不一样啊，头脑是可以无限发展的。而反过来说，如果人不对自己的心智勤加锻炼，这个影响甚至是致命的。为什么很多工作狂在退休不久之后，生命也随之终结了？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动力，一直推动他们的心智运转。而一旦退休，这个外界的力量没有了以后，自己如果不有意识地保持心智的运动，那么死亡也很快就会来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用阅读来让我们的心智或者说思考能力一直保持运动，这甚至是生死攸关的事儿。所以你说阅读重要不重要呢？说清楚了阅读的好处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说说阅读的技巧。随着教育的普及，媒体和网络的发达，阅读这件事儿在今天跟作者写这本书的时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。但有些内在的东西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。今天的信息爆炸时代，到处提倡速读，但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准则：读不同的书，速度是不同的，不是所有的书都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来阅读。法国学者帕斯卡尔在300多年前就说过，读得太快或太慢都一无所获。那么什么书应该快读，什么书应该慢慢仔细地读呢？作者认为，书或者说阅读品可以分为2类，一类是读得懂的东西，
另一种是必须要读的东西。读得懂的东西就是报纸啊、杂志等一些我们一下子就能消化的，属于资讯，却不能够增加我们的理解力。如果你够敏感的话呢，就会发现读多了这样的东西并没有什么营养。第二种必须读的东西，就是指一个人要试着去读他并不怎么了解的东西，这就是略高于他的读物。作者所谓如何阅读一本书，主要指的就是第二种书。在本书看来，一个好的读者应该更多的去读那些锻炼他心智的书。读者是否合格，首先必须主动，主动的读者会从阅读中获得更大的收益。一个主动的读者打开一本书之前，必须牢记这4个问题。第一，整体来说，这本书到底在谈些什么？第二，书中的细节作者是怎么谈的？第三，这本书说的有道理吗？是全部有道理还是部分有道理？第四，这本书跟你自己有什么关系？跟这4个问题相对应的是阅读的不同层次，每个层次也都各有相应的技巧。这4个层次由低到高的4层分别是基础阅读、检视阅读、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。第一个层次，所谓基础阅读，也就是初级阅读，只要不是文盲，能看懂字面意思就可以完成，这个不用多说。第二个层次，检视阅读，检查的检，电视的视，检视阅读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阅读理解、快速浏览。它也分2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学会有系统的略读。具体的建议顺序是：先看书名、序言和副标题，接着研究目录和索引，然后看看作者简介，再翻看一下和书名主题相关的篇章，开始读。这个技巧的难点是需要你有背景知识，不过你书读的越多就越容易。第二个阶段叫做快速通读，就是说一本书不管你能不能看懂，都从头到尾的看一遍。用这个方法读完一本书之后，无论你用了多少时间，你都能够对这本书的类别、题材、内容有一个初步的了解。第三个层次是比较复杂，也是最系统化的层次，叫做分析阅读。作者花了很多篇幅来介绍。分析阅读主要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了解范围，这本书在谈什么？你需要确定主题和书的分类，比如是文学还是历史或者经济学。然后要用一小段内容叙述整本书的内容，把重点的章节列出来，找出作者要在书里讨论的问题是什么。其实这个阶段也不复杂，你只需要做到一点，不要拿起一本书就闷头读，先搞清楚这本书的结构再下手。第二个阶段是理解内容，这本书作者是怎么写出来的？你需要找出书里反复出现的关键词，需要在那些你认为重要的句子下面画出标记，从这些话里面找出作者的中心思想，用做笔记的方式重新搭建书里的前因后果。有的时候画一张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看着这张你自己画的笔记图，你可以在脑子里面迅速过一遍全书的论述是怎么展开的。第三个阶段是评价，就是这本书写得怎么样。看任何书都一定要有评论，要有自己的态度。当你完成了对一本书的评价，才算是真正完成了对这本书的阅读。最有学习能力的读者，也就是最能批评的读者。但是记住，不要在读完之前就随便下结论。如果读完以后你不能同意作者的看法，你要学会总结原因。如果你还是没有理解作者的看法，也列举下你的原因。阅读的第4个层次，也就是最高层次，叫做主题阅读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按图索骥，照着你自己感兴趣的主题找书去读。这个层次的阅读需要更强的主动性，还需要读者有一定的判断力。主题阅读不是说你读完了第一本书接着读第2本，而是说你带着你想解决的问题去读不同的书里的不同章节。主题阅读不是为了看书而看书，而是为了解决实用性的问题而看书。说完了抽象的方法，我借着书中的讨论来说2个实际操作的例子啊。通常摆在书店里面比较显眼位置的书大概有2类，故事书和历史书。这是我们大部分读者在业余时间里面最喜欢的读书门类。对于故事书，作者建议最好是快读，并且全心全意的投入。理想的说，一个故事应该一口气读完，但是对于忙碌的人来说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理想状态，最接近的方法就是把阅读一个好故事的时间压缩到合理的长度，否则你就会翻了后面忘记了前面，不知道自己读的是什么。最重要的事情，对于阅读小说来说，你要学会运用想象力，抛开社会现实，努力让小说的角色进入你的内心，想象你就是那个主人公，试着活在这个故事的世界里，而不是活在现实世界里。所以对于故事来说，最好的阅读方法就是进入它，
并且不要随便就评价它。以俄国伟大作家托尔斯泰的巨著《战争与和平》来举例子，这本书真的是煌煌巨著，绝对的大部头，里面一大堆的人物让人眼花缭乱。很多读者开始阅读这本书没几页就会放弃，不说别的，光是那些又长又难记的俄国人名字听起来就让人头大。他们很快就会放弃这本书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永远也不会搞清楚小说里的人物彼此之间的关系。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很多的大部头小说。这种情况当然可以解决。来想想这样一个生活场景，一个人搬到一座陌生的城市，或者是来到一个陌生的社区生活，开始新的工作和新的人际交往。有一天，他受邀参加社区里的宴会，在这样的场景中，他肯定不能一下子就融入，朋友也不会一下子就找到。那些长得都差不多的同事啊、同学呀、客人什么的，开始的时候都是面目模糊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记住一个宴会中所有人的姓名，更别提对号入座了。但是我们会记得一个宴会上跟我们聊天聊了1个小时的那个男人的脸，或者我们约好下次要见面的一个女人的名字。那么在小说阅读中也是这样的情况，我们不需要希望自己记住每一个名字，许多人物不过是背景，衬托出主角的行动而已。无论如何，当我们读完《战争与和平》或者任何大部头的小说，我们就会知道谁是最重要的人物，我们不会忘记他们。也许托尔斯泰的作品你很久之前读过，但是只要别人一说起主人公皮埃尔、娜塔莎，关于小说的记忆就立刻回到你的脑子里了。还有一种主要的图书阅读是历史类的书。历史嘛，就是从古到今的故事。其实我们感兴趣的是现在和未来，而有一部分的未来是由现在决定的。所以说，我们读历史书是为了从历史中学习到未来的事情可能发展的方向。读历史书有2个要点：第一，对你感兴趣的事情或者时间段，尽可能阅读1种以上的历史书；第二，阅读历史时，不要只关心在某个过去时间地点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还要读懂在任何时空之中，尤其是现在，人们为什么会那么行动的原因。尽管历史很接近小说，而不是科学读物，但是你应该像阅读说明书一样去读它。在阅读时，我们需要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，每一个历史书都有一个特殊的、有限定范围的主题。比如说，一本讲美国内战的书，它可能会把19世纪世界史的大背景知识都忽略不提。那么，如果我们要把历史书读好，我们就要弄清楚这本书到底在谈什么。第二个问题，历史书说一个故事的时候，方法有很多种，我们一定要明白它的方法是什么。究竟是把整本书按照时间点来划分呢，还是按照其他的逻辑来划分？它是不是在不同的章节中分别谈论一个时间段内的经济、文化和宗教呢？那么其中哪一个章节最重要呢？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些，就能够从它的故事章节的分配中找到这本书里面作者最重视的，也是整本书的核心。最后呢，让我们来简单谈谈阅读的最高层次——主题阅读，也就是按照一个主题同时阅读2-3本书。问题是，同一个主题是什么意思呢？比如美国小说《飘》和俄国小说《战争与和平》，其实都是关于伟大的战争的小说，但两者的相似点也就这么多。再比如法国作家斯汤达的小说《帕尔马修道院》，跟《战争与和平》一样，也是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的，但是这2本书都不是谈论这场战争本身。在这2个故事中，战争只是提供了环境和背景，故事的主题是人类的生存困境问题，战争只是作者吸引读者的噱头。那么如果我们的阅读主题是研究战争，那就用不着来读这些小说了。主题阅读的精华大概有2个阶段，第一个是准备期，你需要设计一份和你的主题相关的书单，可以参考图书馆目录、书后的参考书目索引以及网络百度的相关搜索词条，然后快速浏览这个书单上所有的书，确定哪些和你的主题相关。第二个阶段是主题阅读本身，你要做到5个步骤：一、浏览筛选出的书，找出最相关的章节；二、根据主题来制定一套关键词的词汇；三、要建立一个相对客观的你自己的观点，并列出你想知道的问题；四、区分主要和次要问题，把针对各个问题的不同答案都整列出来，分别陈列在每个问题的下面；五、分写这些问题，把你自己的问题和答案按顺序排列，以此来凸显你的主题。说了这么多，你想必已经很焦虑了。世界上书这么多，即使抛开了资讯和娱乐类的书，剩下的经典也得成千上万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不要焦虑，书籍也是有金字塔尖的，
真正的好书其实并不多。作者给出的好书的定义是可以和你的心智一起成长的书。你最开始阅读它的时候，它的层次就远远超过你。现在你重读的时候，它还是超越你。将来你再读，会继续超越你。这样的书很少，不会多于100本。对于这样的好书，我们只需要反反复复的阅读。还有一点可以安慰你，人类除了心智不同，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同，比如品味的不同。同一件事对这个人的意义可能就大过于另外一个人。比如你对牛顿可能就从来没有对莎士比亚的那种感觉，这或许是因为数学和物理从来就不是你的菜。而如果你喜欢数学，比如像达尔文那样，那么对你来说最伟大的作者就是牛顿，而不是莎士比亚。请千万记住，如果你的阅读目的是想变成一个更好的人，那么你就不能摸到什么书都读。要知道，读了一本烂书是很让人沮丧和吊胃口的。作者还说，读一本好书一定会给你巨大的回报。这种回报有2种。第一，当你成功地阅读了一本很难读懂的好书之后，你的阅读技巧一定有长进。第二，从长期来说，一本好书能够教会你了解自己，以及了解这个世界。你不仅更加有知识，也更加懂得生命的意义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如何阅读一本书探讨的阅读之道。它告诉我们阅读的好处和阅读的技巧。阅读是防止心智萎缩、延缓心智衰老的最有效手段。而阅读的方法，一个总的原则就是，我们应该尽量去读那些略高于我们的读物。而判断标准就是这本书谈了什么，细节怎么样，是否有道理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。这4点是在翻开一本书的时候应该着重注意的。而相对应的，阅读由低到高也可以分为4个阶段，分别是基础阅读、检视阅读、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，各有不同的技巧和注意事项。当你能够掌握对不同的书的不同阅读方法，你就会收获读书带给你的巨大回报。这本畅销70多年的阅读宝典，我们就给您说到这儿，希望它能给您带来对于阅读的新启发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，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，请订阅智慧星球听书频道，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，智慧值得传播，开启美好未来。谢谢您，再见。